DeepSeek 横空出世，中美之间的 AI 大战，好戏正要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知玉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啊，这个一直没跟大家聊 DeepSeek。有人形容说这又是这个中国这个国足整个国运颠覆，然后又狠狠的给美国赏了2巴掌，一个横空出世不得了的一个大发明。那于是呢，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，到底呢这 DeepSeek 背后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？它有非常多层次的意义。中国的教育成功，中国的科研人才，千万不要小看，还包括了到底美国这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所谓的科技封锁，是不是完全付诸流水？他们找错方向，没有打到7寸吗？有非常多层次的一个讨论，在最近你看到了，不管是西方的媒体，亦或是在中国的一些网站上，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。那今天呢，就简单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集结，带大家来整体聊聊，到底呢这个 DeepSeek 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？好，我们首先来看啊，这是中国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常驻代表啊，这位傅聪先生他最近呢就忍不住要问美国了，因为最近 DeepSeek 因为太厉害了，又被禁了嘛，于是呢他就要问说，这个从华为，然后呢，从这个晶片的封锁，然后从你这个辉达不准卖晶片给中国，然后到 TikTok， 然后你就一定得要把 TikTok 卖给美国，你看这美国又想来抢，然后再到最近的这个 DeepSeek， 那傅聪就要问美国啦，你到底还要禁多少跟中国相关的事物？一个一个到现在，华为最早被开刀的嘛，那到现在挺得好好的，还不断的可以有新的一个商品问世。然后你说这个TikTok 在你各种的科技封锁啊，然后你硬要它卖啊，各种它还是那个地方屹立不摇，还是一些这个西方国家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网站嘛，还是蓬勃发展中。然后你说像 DeepSeek， 即便是在封锁了这么多年，然后各种封锁啊，还是让它问世了。那于是呢，这个傅聪先生就说了，那你到底还要禁多少？禁了有用吗？就问你。然后你要禁这么多跟中国相关的东西，你要不要从源头开始禁啊？造纸术不是中国人发明吗？那你不要用纸啊，你现在你英文写在沙滩上啊，然后水一来就没啦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啊？所以呢，他就讲了说，这个中国人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看到了被怎么样的围堵，怎么样都没有用，你依旧是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聊聊什么叫 DeepSeek 了相信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应该对它有一个粗浅了解，我们就简单来讲。那当然它就是一个这个 AI 的，就很像 OpenAI， 大家说对标啊，它就是 OpenAI 嘛。那个时候呢 OpenAI 横空出世，大家也觉得哇哦好厉害，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美国就是想尽办法，我不要让你中国也出现一个 OpenAI， 你要出现你就是出现那种很蹩脚的，完全跟不上我的。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来了 DeepSeek， 它公布了它的所有，它就是开源的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，然后呢告诉你说，我就是挑战你 OpenAI， 我就是用非常少的成本，大家都说要做 AI 很花钱嘛，对不对？烧钱啊，不然为什么辉达涨到天边去呢？然后呢你想要跨入那个 AI， 你就觉得哇好难哦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，口袋没有那么深然后呢现在这个 DeepSeek 告诉你，他就告诉你说，我就是一些神秘数字，一点不神秘，通通开源给你看，我就是用了2048颗的晶片，然后呢我就花了54天，总共的一个成本呢就600万美金打死，然后我做出来的一个效果，大家去试用了之后不得了，怎么跟 OpenAI 相去不远？于是他就昏倒，因为 OpenAI 是怎么告诉你的？他说你们都不要来，你们不要用，你们就用我研发好就好了，我还是封闭的，不告诉你我怎么弄的，你就用我研发好，因为我要花好多钱，你花不起。OpenAI 是这样告诉你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花多少钱呢？他说我要用1.6万颗的晶片，然后我要花好久的时间，然后我要花数十亿美元，我才有这样一个 OpenAI， 你可以跟他聊天，你可以问他问题，然后你觉得这个 AI 好厉害哦，什么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于是大家就听了 OpenAI 讲说，哇，数十亿美元我没有啊，那么多颗晶片我买不到，花那么多时间收集资料，不好意思，算，然后我就直接用你的。好，那 OpenAI 人家这个爽了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称霸武林。好，现在突然间横空出世一个
张无忌打败6大门派，张无忌哪里来？不知道石头蹦出来，还小时候生长在荒岛上呢，但突然间出来，好厉害啊！于是呢，大家就是玩那个 DeepSeek 说，这个也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花600万美元，其实一个中小企业基本上600万美元是拿得出来的。于是乎颠覆了这整个市场，大家都说 OpenAI 你骗人，你这个骗子，你骗我，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。然后呢，另外一种想法是 OpenAI 你是傻子啊，你花那么多钱，然后弄这样的一个 level 的东西，那人家600万美元弄的差不多level 的东西，那你需要吗？还是你之前都乱花钱？还是你就是傻蛋？你就是花那么多钱，只能做成这样？人家不用花那么多钱，可以做成这样，好棒！所以呢，这个DeepSeek 出现哈，哇，那大家觉得哇，好神奇哦。于是就开启了我刚刚讲的非常多层次的讨论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这家公司呢，它才成立不久呢，它的一个创办人呢也很有意思，他们的母公司母集团呢，就是一家用AI 的一个模型去选股，然后来做投资的一家金融公司。很有意思了吧？他本来是用机器选择他的投资趋势，赚大钱之后发现好像不错，我来试试看，一试就搞定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就说有那么难吗？这个 AI 好像感觉从天堂落入人间了，大家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弄 AI。然后呢，大家说，AI 既然可以这么便宜的话，我们好像可以大家都来试试看，应用可以非常普及。于是呢，这件事情啊，在中国哇不得了了，那个民族自信心又再度的爆表哦。那这个人太值得大家好好介绍他一下，40岁哦，年轻。好，这位创业家呢叫梁文峰。那梁文峰呢，他还很有意思啊，他是这个广东人，然后呢，他是在浙江大学这个毕业的。那他学的就是本科系了，他学的就是计算机，就是电脑嘛，然后学的就是一些这个所谓的，反正就是通讯电脑相关的，他就学这个。那于是呢，这个浙江大学毕业，我妈妈也浙江人哈，好，浙江大学很厉害，好，然后于是呢，他在这个浙江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你看他就开始这个创业，因为 AI 也是他这个喜欢的领域嘛，所以他一开始就用 AI 在金融领域当中，他去做了一个这个量的对冲基金，他募款，然后大家用 AI 的方式来这个投资，好，那赚很多钱哦。那他也是在这个中国啊，可以说是第一档募到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一个对冲基金，好，借此赚很多钱，赚很多钱就把这个钱利润拿来发展它的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 AI 大型的语言模型。那于是呢，现在这个他把成品拿出来之后，大家说哇哦，现在西方国家为之撼动啊，他们形容说这叫 AI 领域当中的斯普特尼克时刻，这什么意思？斯普特尼克是什么？它其实呢是在1957年啊，这个苏联那个时候啊，比美国更早发射了人造卫星。那个时候发射出去，大家就说因为那颗卫星叫这个斯普特尼克嘛，人就说怎么可以比美国更早？然后也有人形容说啊，这也要在 AI 领域当中的这个珍珠港事件呢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美国又被偷袭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明明我觉得我很棒。怎么可能被偷袭？然后马上就是按键，然后背上插了一堆刺哦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大家就说了，那这到底哪里出现的啊？而且最妙的是啊，这位梁文峰先生啊，他自己就浙江大学嘛，本科系，他的这个 DeepSeek 的公司啊，他也找的全部都是中国本地的土博士，全部来自北大、清大，然后他用了非常多的刚毕业的毕业生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励志，因为以前大家总觉得说这个科研好像杨和尚比较会念经，杨博士比较厉害，喝过洋墨水海归的人是最厉害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去这个美国转一圈啊，什么斯坦福大学啊，麻省理工学院 MIT 啊，就觉得才棒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土博士就超级厉害了，所以你就看到了这回这样的一个组合，全部来自这个中国国内自己培养的人才，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啊，把这样的一个语言模型给做出来，而且它的效能丝毫不逊色。于是呢，大家就开始认真讨论了说，
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有非常多层次的讨论哦。有一个就讲了，他说那中国的技术怎么这么厉害？晶片哪来的？那其实呢，就很多讨论说了，其实美国每一次要封锁这个中国，到最后好像都反倒是促成了中国整个产业结构的另一次升级。像之前我们讲这个川普，他不是讲他川建国吗？川普要封锁你这个贸易，封锁你这个那个的，结果最后呢，就让中国什么都自己做。现在呢，我可以不靠你，我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了。那这回也是一样啊，你要封锁我的科技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想办法，我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我在拿不到最棒的晶片的同时，我用效能不那么好的晶片，但是我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，我就创意，用各式各样创新的，用各式各样的创意。人家讲说山不转路转嘛，我拿不到这个东西，我用其他的方式我也要办到。现在看到了。办到了 ，DeepSeek 呢就是这样横空出世的一个东西。它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让它给做出来？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中国还有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哦。我们来这个引述一位啊，这个也是在这个整个投资圈非常知名的，在科技投资非常知名的李开复先生，他就这样讲了，他说啊，很多事情你看现在科技的进展，很多事情是。美国的确引领风骚，你的确呢会引领的整个产业往前突破，但突破了之后呢，中国人就厉害了。中国人的特长就在于美国人带领突破，但中国人可以把工程做得更好、更快。性价比更高，所以你看，很多时候啊，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讲说中国有后进者的优势，中国人最会弯道超车。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国外 Tesla， 美国你有 Tesla， 我就有比亚迪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呢 Tesla 跟比亚迪拿起来比，你就发现比亚迪都有东西，它虽然可能不是第一个发明电动车，但是它做的性价比高，它做的又好又快，然后呢感觉你就觉得好像让消费者可以买到好又便宜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你又看到了像这个除了这个比亚迪之外啊，你也看到像是各种啊，像这回你也看到了，你看这个现在的这 DeepSeek 啊，你有 OpenAI 好，你是这个技术的突破者，然后但是你非常贵，但是呢，我就是有本事。把你弄成一个非常廉价，但是我的效能可以跟你差不多的东西。于是呢，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弯道超车，这是中国非常擅长做的一个事情啊。那这一回呢，是不是在 AI 领域当中，你又看到了，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了？好，于是乎呢，美国紧张了。美国紧张什么？因为当初呢，他要让这个中国没有办法发展 AI，就担心中国把 AI 的技术呢。用到了军事上，用到了这个包括高超音速啊，它可以发展飞弹啊，用到了这个量子计算啊，这也是可以有军事用途的用到了各种的自主系统啊。那于是乎呢，现在美国就担心了，那现在中国有本事自己发展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这些本来可以压着中国打的领域，是不是？也可能中国又开始。有办法往前追了哦。好，那当然呢，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杂音认为说，那可能中国的 DeepSeek 它只告诉大家说，最终的那个运算的过程是花了2048个晶片，然后花了这600万美元不到的钱哦。它可能把前面的一些其他费用没有算进去，亦或是呢，有人形容说他用了蒸馏的一个手法，就是他先把资讯呢到这个 OpenAI 当中去做了一次的过滤，然后再把这些资讯呢再放到它的语言模型当中训练，等于它的训练的一个时间就缩短。好，不论如何，不管过程如何，其实呢，它做出来了，不是吗？那于是呢，大家就开始说了，哇，这个。中国人还是很棒的哈，你说这些中国的科研人才真厉害。那当然，这中间又有一点啊，又是美国间接帮助了中国。以前呢，这个中国很多最棒的人才哦，都到美国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北大、清大的一些这些非常厉害的一些人才到美国去啊，然后这个。喝洋墨水，但是现在呢，美国就有很多的卡关，不让你来，不让你来。那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呢？他可能就留在中国喽。他留在中国，他就创业啦。他留在中国，他就把他非常聪明的大脑在中国贡献啦。所以你慢慢会感觉到，中国人
很聪明的哦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了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种很聪明的脑袋，越来越多这种年轻的中国的科研人才，他可能有非常多创新，完全不输于西方的这些这个研究的一些进展了哦，我们可以慢慢来观察。好，那当然回来了 AI 的领域呢，到底要怎么观察它，怎么投资呢？有人说了，哎，那这会不会导致这个硬体？如果不要再花那么多钱，我用一些便宜的成本也可以做到的话，那晶圆代工，那半导体产业会不会受到影响？目前看起来是不会的，别担心啊。这个科技不确定，科技政策的不确定性，美国有各种，这才可能影响到半导体趋势。AI 呢，不管有 DeepSeek，亦或是本来的 OpenAI，它都会引领着半导体这个晶片的产业持续的往前。但是呢，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，这次呢，这个 DeepSeek 的事情啊，它有人这样讲说，600万美元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，它让辉达1天之内蒸发了6000亿美元的市值，重挫嘛，很恐怖的。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投资人说，你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如果你的投资呢太多放在同样相同的一个这个领域当中，你的风险会大。你看突然间来一个 DeepSeek， 你是不是就慌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未来你要投资 AI， 你要去想到 AI 有非常多层面，除了硬体之外呢，软体，那可能呢，未来的应用，这些可能都是你要好好了解一下 AI 的一个方式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加密货币应该是避险，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，因为在美股呢，因为 DeepSeek 重挫过程当中，加密货币也重挫了。然后就是我们不要小看苹果，就像不要小看中国人一样，苹果太厉害了啦，早就说，没关系，我就用 OpenAI 就好，它不要砸那么多钱，就现在看起来是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苹果反倒是在美国股灾的过程当中，它挺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 ，AI 一定可以投资，但是呢，看到了中国的急起直追，你就知道未来投资的方向，可能呢你要分散一点，硬体也要，软体也要，应用也要，这样才可以在 AI 的路上，大家长长久久走下去。那当然呢，这中国啊 ，DeepSeek 到底呢它的 AI怎么样跟美国挑战呢？我们会持续帮大家关注了。好，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内容，希望你喜欢了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